在当下的智能手机领域，如果让你票选出一项曾经红极一时，如今却被绝大多数厂商边缘化，但用户依旧渴望普及的矛盾技术，你会如何投票呢？没错，它一定是屏下摄像技术。对于这项由中兴引领的新技术，如今仍在坚持精进的品牌依旧是中兴家族的三剑客，请将不忘初心打在公屏上。那么这次努比亚全新的 Z60 Ultra 在屏下摄像、影像等方面究竟有哪些突破？大家最关心的屏下摄像，如今已经迭代至第5代了。就隐藏情况而言，说实话和前代差异不大，毕竟前代就已经几乎看不出来了。我们主要来看看对比自拍效果。首先，相比前代，Z60 Ultra 的前置镜头的取景范围明显缩小，这有点不利于过多人数下的自拍。顺光下，努比亚 Z60 Ultra 相比前代明显更真实，透光性更好，逆光和点光源下也明显改善。但仍然不建议多点光源下拍摄。顺便说下，今年努比亚的贴膜终于不带前置开孔了。年初本人们撕膜评测 Z50 Ultra 造成了颇多的误会。屏幕尺寸方面，努比亚 Z60 Ultra 与前代保持一致，乍一看这不还是 Z50 Ultra 吗？但如果你翻过来，就别有洞天了。抛开星空典藏版外观设计不谈，外观核心变化在于背面，3颗主摄排布相比前代更加匀称，不会厚此薄彼。此外，侧边滑动按键由最上方移至了下方，更符合人体工程学，使用起来更加便捷，包含拍照、静音、录音、手电筒、游戏空间5种自定义功能。相比前代，努比亚 Z60 Ultra 后置升级的不只是面子，更是里子。升级后的3主摄分别为35毫米5000万像素人文主摄、18毫米5000万像素星空主摄，以及85毫米64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首先，努比亚 Z60 Ultra 相比前代只给了更多的焦段，分别是18毫米镜头带来的18毫米和24毫米焦段，35毫米镜头带来的30毫米和50毫米焦段，以及85毫米镜头带来的85毫米和170毫米焦段。更多的焦段会让用户在拍摄时取景更便捷，更好更快地裁剪到多余杂景。不过，该超广角相比前代超广角要窄一些，但畸变控制得更好。调色方面，努比亚 Z60 Ultra 相比前代饱和度略高一些，潜望式长焦的细节表现相比更佳。这颗长焦虽然可能比不过三星等以长焦见长的机型，但在当下已经比较能打，完全够用了。这次努比亚将夜景模式升级至了银河夜景模式。我们先来聊聊普通夜景拍摄的效果。相比前代，努比亚 Z60 Ultra 拍摄夜景的还原度更高，更贴近肉眼所见的真实颜色，整体观感更佳。对了，这一代也没有鬼影。极暗环境下，努比亚 Z60 Ultra 相比前代表现明显更佳，天坛祈年殿内部人眼完全看不到，但 Z60 Ultra 能够更真实的还原。此外， Z60 Ultra 针对拍摄星空再次进行了专门优化，并全新加入了更多玩法。打开银河夜景中的星空按钮，我们可以看到星空调色和星空人像2种算法优化。同时，努比亚 Z60 Ultra 还增加了寻星功能，顾名思义，它能帮你找到肉眼看不到的星星。依次打开相机家族星空模式寻星开关，右下角单星和星座按钮，我们便可以根据当下的星座寻找星星。不过，北京拍摄星空着实有些困难，该模式后续会在日本专门拍一期，敬请期待。人像方面，努比亚 Z60 Ultra 依旧沿袭了前代的能打，无论是过来搭讪的大爷、西班牙小哥哥，还是古装 cosplay， 都能够轻松拿捏。无论是35毫米还是85毫米，背景虚化都过渡自然。努比亚 Z60 Ultra 能够清晰区别主拍摄人或物的轮廓，微距也同前代一样，非常能打，尤其适合吃货拍摄美食。视频方面，努比亚 Z60 Ultra 包含2种防抖，标准防抖和超级防抖。其中标准防抖支持 4K 视频拍摄，而超级防抖仅支持 1080p 60帧。超级防抖画面视角范围会有所裁切，实际拍摄对比如下：18毫米无防抖，18毫米标准防抖，18毫米超级防抖。日常默认开启标准防抖就足够用了。此外，人文街拍还加入了65:24的超宽电影画幅。而关于星轨、多摄等更多模式就不赘述了。一是前代 Z50 Ultra 评测时已经详细介绍，二是努比亚的拍摄模式过于丰富。骁龙八阵3确实 OK， 在努比亚的调教下，骁龙八阵3安兔兔跑分超211万 ，Geekbench 5单核1065，多核5773。Geekbench 6单核2128，多核6672，3D Mark Valve Life18493。
王者荣耀120帧最高画质觉醒模式下30分钟，平均帧率为 120.5 FPS 左右，无任何卡顿，结尾卡顿为水晶爆破所致，手机完全不会热，最高温度仅为 36.8 摄氏度。原神60帧最高画质觉醒模式下30分钟，平均帧率为 60.1 FPS，图中大卡顿为读取地图，体验无任何卡顿，手机还是会发热，但如今已经控制在41摄氏度左右。要知道，这放在以前妥妥的在45度左右。综合来看，努比亚 Z6 Ultra 相比前代的升级，主要集中在背部镜头模组以及全新的泰山影像系统，在前代35毫米、50毫米、85毫米为核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焦段，进一步优化35毫米的人像拍摄、85毫米的长焦细节，并增加了全新的18毫米星空主摄。全新的星空玩法让拍摄更加有趣。努比亚 Z6 Ultra 虽然不是综合影像中最能打的，但个人认为它绝对是人像中最能打的之一。同时，骁龙8 Gen 3的加持和努比亚自身的优化，让努比亚 Z6 Ultra 作为一款影像旗舰也能够自如驾驭游戏。此外，全新的 MacOS 14系统相比前代在一些细节上更加人性化，比如相机界面将一些日常常用的快捷设置改为了下拉菜单，而电池容量也增加至了6000毫安时，进一步提升续航时间。去年 Z5 的Ultra 有一个标题很有趣，打造米粉心目中的屏下摄像真全面屏手机，但其实这有些狭隘。努比亚目前想做的其实是为所有品牌的粉丝打造一款他们想要的屏下摄像手机。